大家好，这是2024年10月3号，也就是东北出差的第5天。那这天早上是开始住在盛冈，那早上吃这个早餐是水准还不错，它的自助餐，然后也有一些东北名物可以吃。那我在这边呢，也有一个这个现场制烧的一个食物这样子，然后在高楼层这样看下去的景色非常的优美。那这一天的行程呢，主要是到我们盛冈西边的一个很大的湖，是田泽湖。那我们就搭秋田新干线过去，很快就可以到。当时选择的这个住宿呢，离车站其实不远，大概2个公车站的距离。那所以我就这样走过去。那沿途也可以看到他们上班的一般上班族还有学生这样子。田泽湖，它在日本，它的特色是整个日本最深的湖，直径是6公里，那最大深度则是423公尺，是日本最深的湖，在世界湖泊深度排名是第17。那由于深度极深呢，所以呢，它在深冬也不会冻结，颜色会呈现深绿的红色。那甚至说最深处可以容纳整座东京铁塔。盛冈这边的新干线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汇点。很多人很喜欢在这里拍照，是因为呢，从东京过来的新干线会在这里分开，一边会往西边走，一排会往北边走。那我们现在上来这个新干线，可以看到它车子的样子，然后题材是采用黄色的。可以看到一些很美丽的深谷、峡谷的样子。它有一些段落是单谷，所以我记得开到这个附近停下来。车站本身其实跟一般的新干线站不一样，是采用一个透明玻璃的外形，然后圆弧状。2楼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博物馆。那我先走到这边去买公车票，然后就等公车。它这边呢有一种叫做田泽湖州的公车，那它就是从车站这边发车，绕一圈，然后每一个站，就是它会停好几个站。那每一个站呢，它会告诉你它准备停25分钟、15分钟这样子。那下一个发车时间就跟着走。那就出发前往田泽湖。沿途都呈现一种乡村的风景，从车站过去不会太远，大概20分钟。没有错，这边的确是熊的产地。现在是10月初，所以叶子还没有转红。再晚一点来，应该是很优美。那现在公车抵达第一个站，
那这一站旁边是有一个湖边的饭店，然后这里是玫瑰，还有一个简单的花园，在湖边的花园，花是没有开非常多，但是也有开一点，还蛮美。这一站是叫做细考浮木神社陈子巷，它是来田泽湖必来的一个地方。那这边关于陈子是有一个故事，他是说美女陈子希望保持年轻美丽，因此向神明许愿，祈求100个夜晚后，神明答应他的请求，请他到深山处找泉水，喝泉水达成愿望。陈子找到泉水后，越喝越渴，越喝越渴，突然就发现自己变成了龙。变成龙的陈子就潜入田泽湖底，变成田泽湖的主。这就是金色陈子巷的由来。那再来，我们要上公车。第2个站，玉作石神社，湖边鸟居。这个站一般是只有给你10分钟，非常短的时间，所以我下来就简单拍一下。湖边的鸟居，这个是一定要来合照的地方。接下来这个地方没有停留，但是它有简单让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蓬莱之松。然后在这一站就是湖畔站，我就停下来，我没有跟着车回去，就是我想说在这边有餐厅可以，结果没有想到他那个餐厅被团客包满场，然后我去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去，只好先在外面吃这个是糯米做的名物，然后我在海边散步走一走，看看有什么好看的。这个湖水真的很美，就像是在网上说的像琥珀色的颜色。然后靠岸边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很多小湖。最后还是觉得很饿，所以就到同样的地方，就是旁边它有其他的食物，所以最后就决定吃田泽湖这边有名的松丸。然后呢，在它旁边这里有一个关于秋田犬的一个简单的小动物园，买票印象中是100元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到后面的。这里有一个小神社，然后小神社的旁边呢，它其实就很简单，用这个绳子围起来，然后里面放了几只秋田犬，它们看起来都很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旁边就是停车场，然后有那个游览车在排放废气，然后这里是他们的鸡火，应该是火鸡，是一般的鸡。然后还有曲，然后这里的贩卖部呢，则是有很多跟秋田犬有关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在这边有发现这个，就是熊咖喱。所以可以想象，可以理解说，在田泽湖有多少熊，它们可以猎食来吃，然后多到可以做成咖喱的调理包。那吃饱饭其实差不多可以回去车站了。不过它的关于这个田泽湖1周的这个公车，它班距都大概2个小时，
所以像我刚刚没有搭车回去的话，下一班就要再等了，所以我就继续在附近等，然后顺便看看有什么可爱的伴手礼。像我们就有看到这个秋田犬形状的这个饼干，车来，然后就准备回去吧。回到了田泽站，那这边的班次，它新干线的班次都没有很密集，所以我又打算就是继续往下走，在附近散步一下。那一样，当然就是要把2楼的这个博物馆看一下。他就介绍这附近田泽湖的诞生，还有它附近的一些历史文物，他们考古挖到的东西。它这边就是有很多史前遗址啊，所以就有很多东西。那车还没来，所以有到外面再散步了一下。秋田新干线，它跟其他线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样。像现在会看到这种夜班，准备要搭车回去。盛冈站，然后由于现在其实离晚上还蛮久的，所以我就打算继续去下一个行程，在附近找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散步。那最后决定呢，就是到附近的盛冈天满宫。那这边其实离车站不会很远，所以我就搭公车过来。天满宫是在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，那所以公车下来我就用走了过去。那会找这个天满宫，当然也是因为这里的主祭神是菅原道真嘛，那学问之神，所以做学问的自然就要来拜一下天满宫。由于它是在这附近最高的一个小山丘上，所以它的展望视野蛮好的，景色蛮好。那天满宫的特色就是梅，那这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刚刚那个石歌梅，从石头中间长出来的梅花。那现在要往山下走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发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那所以我就查 Charge Spot， 想说找看看附近有没有。所以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从天满宫走到 Charge Spot 的地方，大概要走1.5公里。
对我来说倒是没关系，可以趁机会看看当地的这个乡村的景色，还有当地人生活的方式。那过了刚刚那个马路，就会到一个手机店，那 TrustSpot 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手机充好电以后呢，继续往下走，再来要去哪？要去找可以回到市区的公车站。那继续走过来呢，就会看到一个大鸟居，这里就是岩手县盛冈市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——盛冈八幡宫。它大概有超过300年的历史。由于我来的时间可以看到天已经暗了，所以虽然还有在参拜，不过已经是很晚，所以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宁静。看起来很有特色的风铃。在日本这边最好的就是有很精确的公车时间，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就大概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搭公车回去了。有机会在其他的季节应该要再来看看，应该会不错。最后回到住宿的对面，来吃一个披萨，结束今天的行程。